天玄宗的人。苏瑶那个贱人派你来干什么？是来我这头被他拔了龙鳞、挖了妖丹的蠢龙死透了没有吗？苏瑶，师姐，百年师姐带回一颗极品妖丹，救了身中剧毒的宗主师兄，成就了一段修仙界佳话。可眼前这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男妖，却说是师姐挖了他的丹。回去告诉林慕白和苏瑶，老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迟早要扒了他们的皮，抽了他们的筋，滚！我修的是无暇剑心，能辨识世间一切谎言与恶意。此刻剑心没有警示危险，反而感受到了一股极致的悲凉与绝望。这头虚张声势的妖龙，其实已经灵力枯尽到了极点。是啊，一个连妖丹都没有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天玄宗的高手？今天终于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也好，结束这100年的生如死。干什么？你腹部的伤口溃烂了100年，如果再乱动，活不过今晚。这100年来，第一次有人触碰我人类。都是最虚伪、最会骗妖的恶鬼，别白费心机了。是不是也想骗我？我告诉你，身上已经没有逆鳞，没有妖丹可以给你们挖了。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这他妈是个什么茶香四溢的绝世绿茶男？我叫沈青瓷，是天玄宗执掌刑罚的剑锋长老。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些阴谋诡计。第二，我修的是无暇剑心，剑心至纯，终生不染谎言。所以，我救你是因为我想救你。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100年前，林慕白和苏瑶究竟对你做了什么？我们在地渊底待了整整7日，这7日里，我用纯粹的剑灵力，一点点温养他几近干涸的经脉。我叫熬夜。明日结界最弱，我带你出去，跟我回天玄宗。你要把我带回林慕白和苏瑶的地盘？是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是天宗，你在我剑锋，只要我不死，这世上就没人能动你。我甚至能猜到这头满心仇恨的妖龙在盘算什么。他现在的修为跌落谷底，单枪匹马出去只有死路一条。而我，天玄宗小师叔，修为掌行剑，只要他跟在我身边，不仅能躲避追，还能利用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插进天玄宗的心脏。沈青瓷，我只有你了，你真的会护着我吗？我的无暇剑心微微跳动了一下，没有警示。这句我只有你了，居然是真话。会，只要你不骗我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次日，我用隐匿符掩盖了他属于妖族的气息，将他伪装成剑锋的贴身侍卫带回了天玄。小师叔，您终于历练回来了。刚在剑锋主殿坐下，苏瑶师姐坐下最宠的大弟子赵远，便满脸殷勤地凑了上来。小师叔，这是我师父特意让我送来的100年血参，说是给您补身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小师叔，这位新来的侍卫瞧着面生，不如我帮您安排到外门去。青瓷，我胸口好疼，是不是我太笨，倒茶惹这位仙长不高兴了？仙长要把我赶出去吗？这他妈是个什么茶香四溢的绝世绿茶男？刚刚那个眼神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的活阎王是谁？他是我的人，谁敢赶他？你可以滚了。装够了吗？刚刚用神识威压吓唬人的时候，不是挺威风的吗？没装。青瓷，我没有妖丹，伤口好痛，一用灵力就痛得想死。你昨晚说，只要我不骗你，你就护着我。我现在很疼，你要不要抱抱我？看着他这副明明心如恶狼，却偏要装成委屈小狗的模样，我深吸了一口，完了。明知道这头妖龙满肚子坏水，是在蓄意博同情，可他这副模样实在太犯规了，我终究还是抱了他。明知道这头腹黑的妖龙是在用苦肉计，可当他把我按在怀里，那颗空荡荡的胸腔贴着我的心口时，我的心还是软得一塌糊涂。他在剑锋住下的这半个月，像是剑锋树下闻风丧胆的冷面休说，一个眼神就能把那些试图献殷勤的男弟子吓得尿裤子。可只要我一出现，他立刻就会收起所有獠牙，不管是在我练剑时端茶倒水，还是入夜后非要画出半截长满黑色龙鳞的尾巴，死死缠着我的脚踝取暖，他总是能精准地踩在我的底线上，肆意撒娇。直到半个月后，天玄宗接连发生杂役弟子失踪案。青瓷，深夜喝口安神汤吧，还没查出线索吗？没有，这些弟子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，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留下。或许不是凭蒸发呢。青昨晚去后山给你采青心草的时候，闻到了一股很重的血腥味，那味道很脏，像是被什么阵法刻意掩盖了。我的无暇剑心微微一跳，没有说谎，他确实闻到了，但我也清楚，凭他堂堂妖尊的实力，绝不可能是无意间闻到的。他早就摸清了这宗门里的安扎事，只是缺一把能名正言顺劈开真相的那把刀。而我，后山禁地，那里是宗主师兄和苏瑶师姐闭关的地方。
熬夜，你是在引我过去吗？被我戳穿，他非但不慌，反而顺势俯下身，从背后将我整个人圈进他宽大的怀抱里。那条冰凉粗壮的龙尾巴熟练地顺着我的小腿蜿蜒而上，紧紧缠住我的。前的迫使你的人，我不想你每天这么辛苦。真是要命！明知道他在把我当枪使，可听着他这句我是你的人，我还是不可遏制的心跳漏了一飘。好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去后山。结果没等我们去后山，麻烦先找上门了。第二天清晨，苏瑶带着一众刑罚堂的弟子，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的剑锋。沈清慈，把那个来历不明的野男人交出来！他百年如一日地维持着那副冰清玉洁的假象，百年如一日地维持着那副冰，却让长老好大的威风，闯我剑锋还要抓我的人。师妹，我这也是为了宗门。最近宗门屡屡有弟子失踪，整个天玄宗排查下来，只有你剑锋半个月前多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散修，我怀疑他就是修炼邪功的细作。虽然熬夜易了容，收敛压迫腰坎的身高，可那极其那双偶尔流露出的冷厉眼神，像极了100年前那个被他亲手推入深渊的妖孽。你到底是谁？抬起头来！就在我以为熬夜会用神识威压弄死他时，青瓷，他躲在我身后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那双暗金色的眸子里竟然生生憋出了一层水雾。这位仙长好凶啊！我没有修炼邪功，没有炼妖丹，我连青瓷我害怕。茶香四溢，简直是绝世大绿茶。我看了一眼他因为害怕而死死搂住我后腰，勒得我快喘不过气来的手臂，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。这演技不去凡间唱戏真是屈才了。当年那条妖龙虽然蠢，但战力极其恐怖，骨子里更是傲气冲天，怎么可能像条丧家犬一样躲在沈清慈身后求抱抱？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废物。沈清慈，你堂堂剑锋长老，竟在锋内养这种面种，简直不知廉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带回刑罚堂严刑拷打。沈清慈，你敢对我动手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护着的人？你说他来历不明，我说他是我的贴身护卫，你说他修炼邪术，我的无暇剑心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苏瑶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后山禁地搞什么鬼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剑锋，再有下次，断的就不是头发，是你的脖子。鬼，妖鬼，你是那个妖主！刚刚还在放杀气恐吓苏瑶的男人，此刻一秒切换回了娇弱羞狗的形态。青瓷真厉害，刚刚为了保护我，手都握红了，我给你揉揉好不好？我看着他这副随时随地散发茶香的模样，气急反笑。熬夜，刀我已经替你拔出来了，现在带路，哪怕隔着厚重的石门，我那颗无暇剑心依然感受到了滔天的怨气。青瓷，害怕吗？我沈青瓷的剑下只斩魑魅魍魉，何惧之有？林慕白、苏瑶，你们100年来的正道楷模，就是这么当的！妖孽，是他，那个妖龙来索命了！妖孽，当年我能挖你的丹，今日我就拿你的命，助我突破化神！熬夜，我根本来不及思考，身体比理智更快，我猛地一把推开熬夜，挡在他身前，疯狂催动体内的无暇剑，行上了那毁天灭地的一击。青瓷！身后传来一声撕心裂肺、肝胆俱断的嘶吼，下一秒，我落入了一个极其冰冷、浑身都在剧烈发抖的怀抱。林慕白，我要你们碎尸万段！啊！青瓷，别吓我！青瓷。可现在，他竟要毫不犹豫的就要将那颗带着黑气的龙丹捏碎，化作纯粹的灵力强行灌入我的体上。我死死抓住他的手腕，咽下喉咙里的血腥气，看着他欲尽极的最后的一丝力气，将碎裂的无暇剑心中仅存的纯净灵力覆盖在两人交握的双手上。
我再次醒来时，是在剑锋的寒冰玉床上，心口传来撕裂般的剧痛。我内视灵海，发现那颗晶莹剔透的无瑕剑心已经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，随时都会彻底粉碎。剑心若碎，极限难逃。熬夜此刻的模样狼狈风刀出骨，本该意气风发，可此刻他双眼熬得通红，下巴满是青疤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指骨都在发白。你别怕，我这就救你。我把龙丹再抛给你，只要有我的龙丹，你的剑心就能重聚。住手！熬夜，100年前抛丹的痛你还没躺够吗？可你要死了，如果找回妖丹的代价是失去你，那我宁愿生生世世都是深渊里那个废物。青丝，我求你，用我的命换你的命好不好？我看着他卑微乞求的模样，眼眶酸涩的表情，这头傻龙，100年前被人骗着剖了丹，100年后居然还要为了我止住再剖次饭，熬一个人休息。我累了。好，我不打扰你，我去极寒之地给你寻冰魄雪莲，那个也能稳固心脉。青瓷，你等我，千万不要睡。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，一滴清泪终于从我眼角滑落，也救不了碎裂的剑心。我太了解他了，等他明白这一切，他一定会强行剖丹救我。我艰难的自潜星座，唯有掌门和剑锋长老才能启动的上古传送阵，让我苟延残喘，或者安静的死去。临走前，我斩下一缕青丝，压在一张素剑上。骗子，沈青瓷，你个大骗子！他为了救我碎了剑心，又为了不让我抛丹，选择一个人躲起来等死。他宁愿自己孤独的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，也要我这个妖尊好好活着。你要我怎么好好活？如果找不到你，我要这全天下给你陪葬！我消失了3年，这3年里，我被困在极北的万载冰渊，靠着绝对的冰寒封上了碎裂的结心。虽然这修为大阶再也挥不出毁天灭地的一剑，但好歹捡回了一条命。我并不知道，整个修仙界因为一个发疯的妖尊被翻了个底朝天。听说那位妖尊为了寻找一个女人，不惜耗费100年寿元推演天机，日日呕形容枯槁。3年后的冬日，我终于走出了冰渊。然而刚走出结界，便遇到了一头发狂的冰兽。我灵力不济，被冰兽一爪子扫落悬崖，直掷下万丈深渊。嘶哑到几乎失声，他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。他死死抱住我，双臂勒得那么紧，力道大的仿佛要把我生生揉碎进他的骨血里。我猛地抬起头，在看清他脸的那一刻，此刻彻底愣住了，眼眶深陷，布满了骇人的红血丝。你凭什么？他死死抓住我的手，眼泪像决堤的洪水般砸在我的手背上，声音里带着极其崩溃的委屈和绝望。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你宁愿一个人躲在这里等死，也不肯要我的命。你知不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熬夜，我只是不想你再剖丹。没有你，那颗破丹留在心口，每天都像有刀子在浇血。突然，范可绝望的孩子将被顺藤从胸果沿同他这3年所有的恐惧与破碎，双手捧着，高高的递到我面前。他红着眼眶，咬牙切齿的放着狠话，可可语气却卑微到了尘埃里。就捏碎魂器，让你是甩不掉我这个孤魂野鬼。终于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后来，我被这头占有欲爆棚的恶龙，半是强迫，半是撒娇的绑回了妖界。在成亲的那晚，他红着眼眶，亲手拔下了自己胸口最坚硬的那片逆鳞。他将逆鳞炼化成了一条绝美的防御项链，颤抖着手，亲自戴在了我的脖子上。我的逆鳞以后只保护我生生世世的妻子。他吻着我的锁骨，声音咽哑缠绵。婚后的妖尊大人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发挥了他绿茶修狗的特性。我在书房看各门派送来的卷宗，他便化作半龙形态。你尾巴勒得太紧了，不行。熬夜不仅没松，反而凑过来，在我的脖颈上重重地吮吸出一个红印，理直气壮地耍赖。青瓷，我心口又疼了，肯定是当年抛丹的后遗症，你要亲我一下才能好。我看着他那张红光满面，能一拳打爆一座山的脸，没好气地笑了。但最终，我还是顺从地转过身，在他唇上落下了一个轻柔的吻，顺手揉了揉他头顶温热的龙角。好，我在这漫长而孤独的修仙岁月里，能有一头只对我负手称臣、满眼是我的绿茶恶龙陪着，何其有幸。